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意外离世，作为他的亲侄子，朝鲜第4代嫡长子金韩松会不会被迎回朝鲜继承大统，还是会步入他父亲金正男的后尘？因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金正恩只有一个女儿金主爱，在朝鲜的政治体系和家族传承脉络里，金韩松这身份那可是相当特殊。透视到他的命运走向一直被各方盯着，毕竟他爷爷是朝鲜曾经的一把手金正日，他老爹金正男呢是金正日的长子。从朝鲜传统的继承习惯来看，长子在家族传承中往往占据重要地位。要是按这个逻辑走下去，金正男本有很大机会接他爹的班，成为朝鲜的新一代领导人。金韩松作为金正男的儿子，自然也处在权力继承的关键脉络上，本可成为朝鲜的4将军，但现实可不是按剧本走的。金正男虽说一开始被当成接班人培养，可后来事儿就变了。他和父亲金正日在政治理念上分歧是越来越大。金正男长期在海外生活，接触了不少新思想，觉得朝鲜不能搞世袭制，还主张朝鲜应该学习中国搞改革开放，还让国家更开放发展经济。但在当时的朝鲜，他的这个想法太超前，甚至被看作离经叛道。金正日意识到，如果让金正男掌权，朝鲜可能走上不一样的道路，于是就慢慢收回他手中的权力。除了政治理念的矛盾，金正男自己也干了件不靠谱的事儿。2001年，他用伪造的护照想去日本旅游，结果在机场被逮了个正着。这事儿一曝光，那影响可太坏了。金正日气得不行，直接把他从接班人的名单里划掉了。从那以后，金正男就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包括年幼的金韩松离开朝鲜，在海外定居，再也没回朝鲜。不能看出金韩松的成长经历和他父亲的遭遇紧紧绑在一起。他1995年出生在平壤，2岁就跟着父母去中国澳门。在澳门，他接触到了和朝鲜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国际学校上学，周围的环境和文化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澳门的学校里，金韩松表现并不扎眼，就像个普通学生。他成绩中等，不怎么主动参与集体活动，课间要么坐在座位上看书，要么就是一个人望着窗外发呆。同学们只知道他家庭条件不错，却没人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也从不和人谈论家里的事儿。后来他又辗转到了波黑的世界联合学院，这所学校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文化氛围更加多元。在这里，金韩松变了个人，开始尝试融入集体。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辩论社，每次辩论都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逻辑缜密，还常常能从不同角度提出新颖的看法，让老师和同学都很惊讶。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和外国同学交流起来毫无障碍，还主动学习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很快就能用这2种语言进行简单的对话。不过他在涉及朝鲜的话题上总是很谨慎，一旦有人提起，他就会巧妙地转移话题，从不发表任何评价。再后来，金韩松进入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求学，这所学校出过不少的国家总统、总理，学术氛围浓厚，对学生的政治敏感度要求很高。金韩松在这里展现出了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浓厚兴趣，课堂上经常向老师提出深刻的问题，课后还会泡在图书馆里查阅大量资料。他写的论文观点独到，既有对西方政治体系的分析，又有对东亚局势的探讨，只是依旧对朝鲜相关内容避而不谈。他还加入了学校的一个国际交流社团，经常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组织活动。在活动中，他表现得很有组织能力，总能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他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走进他的内心。身份敏感的金韩松在媒体面前也一直很低调。他第一次得到媒体关注是在2011年10月，当时他的脸谱网账号被韩国媒体爆出，不过很快账号就被封锁。而在2012年10月，金韩松接受了芬兰电视台专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讲话，并展现出和朝鲜传统形象不太一样的一面。他戴着时髦的眼镜，耳朵上戴着耳钉，穿着打扮时尚，言谈举止也透着西方教育的影子。在采访里，他说自己从没有见过爷爷金正日和叔叔金正恩，还表示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说自己完成学业后想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梦想回到朝鲜改善人民生活，希望朝鲜半岛统一。但从他的一些行为来看，又让人觉得他和朝鲜的关系挺复杂。比如他在社交网站上参与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调查时，选了民主主义。虽然后来他很快屏蔽了相关账户，但这事还是引起了不少关注。2017年对金韩松来说是个天塌下来的年份，他父亲金正男在马来西亚机场被人用 VX 神经毒素暗杀，这事震惊了全世界，也彻底改变了金韩松的生活。当时已经被牛津大学录取的他，因为父亲的死，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放弃了学业。他委托自由朝鲜带母亲和妹妹离开澳门，一家人开始了逃亡生活。有消息说，后来是一个组织保护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秘密地点，甚至有传闻说这个组织和美国中情局有关，但中情局拒绝回应。从那以后，金韩松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行踪变得极其神秘，偶尔有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也是真假难辨。有人说在欧洲某个城市见过他，穿着普通，行事低调，还有人说他加入了欧洲某个小国的国籍，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他为何不选择回到朝鲜呢？从朝鲜国内的政治格局来看，金韩松注定无法回到朝鲜，更别提继承大任了。
金正恩掌权后，朝鲜的政治体系运转得很稳定。金正恩在朝鲜国内的威望很高，他带领朝鲜在经济建设、国防安全等方面都有不少成果。朝鲜国内的权力体系已经围着金正恩建立起来，有自己的一套接班体系和本土势力。在这种情况下，金韩松这个长期在海外、观念又受西方影响的人，很难融入朝鲜国内的政治环境。而且他父亲金正男和朝鲜领导层的矛盾，以及他自己和西方的一些关联，都让朝鲜国内对他们的认可度大打折扣。提到朝鲜的权力继承，就不得不说金正恩的子女。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共育有子女，其中女儿金主爱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2013年，美国前 NBA 明星丹尼斯·罗德曼透露了金主爱的存在。2022年11月，金主爱首次公开亮相之后，在多个重要场合频繁现身，像是导弹试射现场、国庆纪念阅兵仪式等，还登上了朝鲜新发布的邮票。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引发外界诸多猜测，有人觉得他频繁出现在军事相关活动中，可能是朝鲜在凸显加强核威慑力量对下一代的重要性。也有人猜测，这或许是金正恩在为朝鲜未来的权力交接做准备，巩固白头山血统。不过，朝鲜官方一直未公布金主爱的年龄等详细信息，只是用尊敬的女儿、宝贵女儿来称呼她。据猜测，金主爱应该是金正恩与李雪主的第二个孩子。有消息称，金正恩共育有3子，分别出生于2010年、2013年和2017年。第一个孩子是儿子，第3个孩子可能是女儿。但除了金主爱，其他孩子从未公开亮相，是否存在也有待进一步证实。从朝鲜以往的传统来看，领导人孩子的童年通常较为神秘，金氏政权可能出于保护等目的，让长子等远离公众视线。就像之前金正恩和妹妹金宇正，小时候也是在海外接受教育，长大后才回到朝鲜。所以金正恩的儿子未公开露面，也符合朝鲜这种隐藏子女信息的传统做法。这样看来，就算金韩松真回到朝鲜，也很难形成竞争力。另外，西方势力呢一直想利用金韩松来做文章，他们把金韩松包装成朝鲜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想通过他来抹黑朝鲜。比如那个千里马民防组织就跳出来说要保护金韩松，还想组建所谓的朝鲜流亡政府。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背后就是西方反朝势力在捣鬼，自然也不会放任金韩松回到朝鲜。金韩松呢，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对朝鲜政策的评论，这就更让他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是金氏家族的后代，有着朝鲜的血脉；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又被西方利用，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你说金韩松想不想回朝鲜呢？从他之前的表态来看，他是想回去的，想为朝鲜人民做点事儿。但现实摆在那，他回朝鲜的路太难走了，朝鲜国内不会轻易接纳一个被西方严重影响还参与过批评朝鲜政策的人，西方势力又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可以利用的棋子。他就像一个在权力游戏边缘徘徊的孤独者，既回不去故乡，又融入不了新环境。如果金正恩真的意外离世，朝鲜大概率还是会在现有的政治体系内选择接班人。金韩松被迎回朝鲜继承大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更可能继续在海外漂泊，偶尔出现在媒体的报道里，成为西方反朝势力的一张舆论牌，或者在某个不知人的角落里过着低调的生活，慢慢被人遗忘。这事儿也让人伤感。在权力和政治面前，个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风中的浮萍，身不由己。金韩松本有机会站在朝鲜权力的顶端，却因为家族的纷争、政治的博弈，沦落到如今漂泊海外的境地。而金正恩子女的未来，尤其是可能存在的未公开露面的子女，他们又将在朝鲜的权力传承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权力的游戏永远充满未知，而金韩松以及金氏家族新一代的未来更是迷雾重重。朝鲜不需要改革开放，朝鲜要走的就是独立自主路线。冷战结束前夕，面对中国的好言相劝，朝鲜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而这也成为了朝鲜命运的转折点。如今，朝鲜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会认为这与美西方封锁密不可分。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并没有触其根本。实际上，如今朝鲜的命运早在其刚刚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写定了。朝鲜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穷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朝鲜也曾是与日本并驾齐驱的东亚工业强国。1970年，朝鲜宣布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电力、煤钢、水泥等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上，甚至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1975年，朝鲜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大关，而同时期的韩国仅为$597。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朝鲜会如此富裕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确定，两极格局由此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的命运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被无情改写，而这其中就包括了朝鲜。1945年8月至9月，美苏两国分别出兵从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登陆，在北纬38度线附近实现了军事割据，并以此建立起自己支持的政治力量，即朝鲜与韩国。
虽然在后续爆发的朝鲜战争当中，这两个国家都曾依靠着背后大国的支持，试图建立起以自身政权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但由于双方实力的接近，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于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战争之后，朝韩两国的冲突逐渐从单纯的军事对峙转向以经济政治为主的全方位对抗。而为了帮助朝鲜赢得胜利，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随即对朝鲜开展了全力的援助，不仅提供了大量朝鲜建设工业化所急需的资金与技术，而且为了让朝鲜尽快富裕起来，苏联还在后续的京沪会体制中特别关照朝鲜，将其摆在了极为优势的地位，使得其能够在社会主义世界中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朝鲜70、80年代能够率先一步富裕起来的原因所在。坦白来讲，依靠朝鲜自身的力量，由于资源的匮乏，其发展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在农业上最为明显。如果没有其他国家供给的化肥，朝鲜甚至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但是苏联的京沪会体制却很好地解决了朝鲜的困局，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苏联的援助才铸就了朝鲜的繁荣。基于这点，朝鲜为什么会从一个繁荣国家跌落成为穷国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苏联断供了。1991年，冷战结束，身为两极之一的苏联轰然倒塌，曾经让其引以为傲的京沪会体制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极度依赖京沪会供给的朝鲜不可避免的就遭遇了发展困局。特别是在1995年到1997年连续遭遇了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朝鲜甚至时隔近半个世纪再次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尽管朝鲜后续曾一度想要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重新回到发展正轨，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始终步履维艰。而在这个关头，1718委员会的成立又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困难。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朝鲜的发展几近锁死。2006年10月9号，朝鲜官方公开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即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于是在5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18号决议，呼吁通过制裁的形式迫使朝鲜停止核试验，放弃所有的核武器计划。而1718委员会正是为了监督171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设立的，其成员包括安理会的全体会员国。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想要进行经济发展，无非就是要具备3个条件，即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朝鲜所遭受到的制裁基本就是围绕着这3个方面所展开的。根据1718号决议的内容，所有国家被禁止向朝鲜提供一切可能有助于其提升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产品。而这个要求能够解释的范围就十分广泛了，像粮食、防寒的衣服、石油等等都可以被纳入限制的范围之中。所以到了后来，凡是能够让朝鲜赚到钱的一切项目，基本上都遭遇了制裁，甚至一度连朝鲜人出国务工都被阻拦，更别提其他国家来投资朝鲜，给朝鲜提供技术支援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朝鲜显然想要不穷都极为困难。当然，这一切的制裁也并非完全不讲理，像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朝鲜还是能够获得的。但这些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海量资源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因此，朝鲜基本还是处在一个饿不死也发展不起来的尴尬位置上。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联合国是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发起的制裁，那么朝鲜如果接受联合国的呼吁，是不是就能够换取发展的机会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朝核问题的实质。如果朝鲜真的有得选，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纵观这些年来朝核问题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其实始终处在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当中。就拿6年前和今天来说，在2018年，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之后几年，为了表示诚意，朝鲜便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然而，随着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换届，新上台的两国政府重启了对朝鲜制裁计划，甚至还不断通过军事演习刺激朝鲜的敏感神经。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又越发蠢蠢欲动。对此，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就在今年4月做出预测，表示朝鲜很有可能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前后重启核试验。虽然这一切目前尚未成为现实，但如果后续朝鲜还是做出这一选择，无疑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倒退。很显然，朝鲜之所以坚持发展核力量，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显然，现如今的朝核问题已经陷入到了猜疑链的陷阱当中，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朝令夕改。
两党频繁的政权交替，致使美国时常出现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朝鲜是赌不起的。朝鲜半岛的关键位置注定了其将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朝鲜与美国、韩国交好的时候，往往正是美俄两国关系减缓的时间点。反过来，当美俄两国针锋相对的时候，朝鲜与韩国就会转向敌对，美国也会对朝鲜持续加码制裁。基于这个观察，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鲜半岛就是美国布局东亚的关键战略支点。当半岛出现冲突的时候，邻近俄国的远东自然也不可能安稳，进而其在欧洲方向上的战略部署就将受到影响，美国则可以在欧洲获利。而这就是朝鲜的命运，这一切是从朝鲜建国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写定了的。事实上，说1000道1万，朝鲜之所以会走向贫困的原因，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出解释，那就是苏联没了，但美国还在。拥有庞大资源力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鲜得到苏联的援助，很容易就可以繁荣起来。而当苏联解体之后，虽然俄国与朝鲜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但俄国终究比不上苏联，自顾尚且不暇，更别提去支援朝鲜的建设。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为了能够进一步在东亚扩展自己的霸权，其势必想要完全拿下朝鲜半岛。之所以没有付出行动，是因为有东方大国在旁，美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吃过瘪。于是美国就只能通过制裁的手段让朝鲜变穷，散发反动传单，让朝鲜从内部爆炸。不可否认，美国的明谋确实是十分奏效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朝鲜现在自身的发展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这已经成为了朝鲜内部最大的隐患。所以对于现在的朝鲜来说，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变心态，那么势必将错过发展的机会。